我总在不停期待着，幻想某一天的真爱时刻。很想问，到底为什么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？总是遇到所谓的隐情者，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。30岁其实没什么，别再勉强自己去迎合。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成熟无需歇斯底里，写字小姐等成熟写自信。It's me， 惊天动地。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成熟无需歇斯底里，写字小姐等成熟写自信。It's me， 惊天动地。你给我滚！我一天都忍不了你了。老郑，你别喊。你身为一个财务，你一天天不干正事，你跟人策划掺和什么玩意儿你啊？你这查账的时候，你吃不了兜着走吧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就完了。你平常不挺能说的吗？叭叭叭没完的你蔫巴了，当财务委屈你了是吧？哎呦我天！我重新做一份。重新做啥呀？赶紧拿东西滚蛋，滚犊子！明天不用来了。哦，快点，我1分钟都不想看见你，快点。老郑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俩说好的分工了？人身上的事我说了算，你现在把他开了，我上哪给你找个财务啊？你不懂，我这就是治他粗心大意的毛病，我这也是恨铁不成钢，忘子不成龙，铁杵无磨不成针呢。你看着吧，他一会儿就回来找我来。太幼稚了，这跟夏国男朋友说分手什么区别？这招叫欲擒故纵。你知道啥你？哎呦，哎，我他真收拾东西了，快去摸摸，你给他劝回来，让他写个检查得了。你不欲擒故纵吗？你自己去啊！不是我纵出去，你得给我擒回来呀！快点，快点！那服你了。老郑就一时气，那好像没事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咱，是不是？啊，哪儿算错了？算错了就再算一遍，不就完了吗？男人呐，谁懂啊？于总，火锅店的位置已经定好了，他们家的牛肚是招牌，鸭血和血卷的评价也不错，辣的话就点牛油锅底，我一个4川人都觉得味道很好。小鲁好贴心啊！小鲁一直很细心，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不适应。蚂蚁公司已经把合作的内容修改好，发到您的邮箱了。明天上午开完会，我会提醒您看的。他们希望尽快回复。好。方文的资料我查过，他们确实处在熔断期，资金链断了，所以很着急谈收购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另外，你让我买的东西已经买好了，这2天正在处理手续。买了什么？买了个房子。房子是东西啊。小鲁，今天没什么事儿，你一会儿停好车就下班吧。好的，于总。小鲁啊，把他惯坏了。5、6、7、8，咱俩谁是谁的爹呀？我是你的爹呀，咱俩谁爹是谁的儿啊？你爹是我儿啊，咱俩谁是谁的儿啊？来，走，来，太慢了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咱俩谁是谁的爹呀？你爹是我儿啊，咱俩谁是谁的儿啊？你爹是我儿啊，咱俩谁是谁爹呀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跟往下接呀。我陪你呗，于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今天非得把这个文明白了，知道吧？来，老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呀，别废话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咱俩好像特别多余。哎，你说他们这玩啥呢？男人的游戏。他们的游戏什么逻辑？你整明白了？没太明白，我看着还挺好玩的。男人的世界真简单。幸亏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不然等收购了这个公司才知道，麻烦了。通知一下胡总和 Simon， 抓紧时间开个会。OK， 明天上午9点。明天胡总要飞慕尼黑，今晚吧。OK， 好的。默默，不好意思，我得抓紧时间开个会，你跟韩美慢慢吃。
啥时候换的机油台啊？不知道。他这玩啥呢？变脸吧。5、6、7、8，谁是谁的娘啊？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娘。我就应该叫个保洁，这样还能省点时间干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儿。嗯。平时你会说偶尔做做家务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啊，你怎么今天没教育我呀？对。你也知道自己喜欢教育人啊？是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我想把鲁宾换掉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最近想换个工作。跳槽？你找到下家了？算是吧。其实这事我想很久了，就是不知道有点怎么说呢。我就直接写封辞职信不就得了？我俩这关系写辞职信也太生分了，还是得见面说。确实有点说不出口。你是不是还留恋一大支对你的好？也不算吧，怎么也得说清楚啊。他是个好老板啊。呀，都开始发好人卡了，看来你真是甜心了。所以更纠结啊。这有什么可苦恼的呀？你既然都已经决定了，那就让人事发个通知不完了吗？关键这个岗位很特殊啊，而且我之前没有换过助理，之前呢，要不就去了公司其他部门，要不人就自己创业去了。你不是说他挺好的吗？他也觉得自己干挺好的，所以怕他接受不了啊。其实这跟分手一样，你越是想照顾对方感受，就越容易显得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的。我觉得哈，其实这就跟分手一样，你如果太诚实的话，谈起来就很费劲。还不如找个比较容易说的借口。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快、准、狠。哎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推到家里人头上，说爸妈反对不就得了？虽然看起来很痛苦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对你们两个都是好的。这能是一回事儿吗？哎，鲁宾哥，这个是于总今天要签字的内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于总今天要过的方案和合同，然后这个是于总今天 schedule。那鲁宾哥，我先走了，您辛苦。schedule 还 schedule 呢，不就是行程表吗 ？Jack， 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个鲁宾哥，于总不在吗？于总他不在。啊，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找他。哎，稍等一下，你过来。哎，鲁宾哥，刚刚在这个屋子里有个男生，是新来的吗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他呀？你不在的时候都是他在帮于总，所以你们……我不在的时候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小鲁在哪？他是谁？啊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哦，你说 Jackie 啊？他叫什么不重要。我知道。多久了？没多久。你是不是早就有想法了？没有，他来都不到1个月。所以你以为我们俩不会同时出现，对吧？小鲁，你真的很好，细心贴心，又有耐心。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，但是就比不过这1个月。怎么会？无论我应酬到多晚，在我身边的总是你，应该的嘛。所以他是个意外。你还记得那次我跟王总应酬，你不在，就是他替你去的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就忍不住让他给我做了一个策划。你说他刚毕业，年轻，身体好，做得很快 ，PPT 1晚上就做好了。年轻，身体好。上次应酬我没去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是你让我帮你去推掉那些讨厌的应酬，还不是为了不让你和那些人浪费时间？
当然记得，但是那天真的喝多了，所以才没忍住。他的策划你通过了吗？他的 PPT 真的做的比我好吗？哎，他今天拿给我看了，确实做的没你好，但也很不错。于总，我明明比他更了解你，各方面也都比他好很多，你这样说话我太伤心了。小鲁，你听我说啊，不必了，于总，我已经决定要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的父母反对我继续做你的助理。叔叔阿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他们希望我能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。跟着我不稳定吗？你想要什么，公司都可以给你啊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你从来都没有拒绝过。公司上次放年假，你一次给我放了7天，其他人都说你很偏心，可是你犹豫过吗？那你还要辞职？Jackie 的事儿，不，我不是因为他，我没那么幼稚。那因为什么？爸妈希望我能过得更好一点，他不希望我跟着你到处去应酬。他们认为做公务员朝9晚5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，总比给别人跑腿要有出息。给人跑腿？小鲁，你这么说我就太伤心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跟在我身边接触的都是咱公司最核心的业务，这怎么能叫给人跑腿呢？凭谁把自己包装的那么有魄力？碰见鲁宾居然这么优柔寡断。我当时真打算用你说的方法，那你怎么没用呢？是没想着他碰面了，我一下就心虚了。那你就趁热打铁说了呗。我总得跟人解释一下吧，但越说就越想起他的好，觉得自己没理，就说不下去了。还说自己不是优柔寡断，你是怪我帮你找的借口不好呗？也不是，为了能演那下一段，我还写了一篇稿子，谁知道他突然出现了那个什么 Jackie。那你就是立场不坚定啊！我是觉得委屈，越说越不甘心。我本来都提到了爸妈，没想到想起了爸妈的叮嘱，想起我爸跟我说，好好跟于总学习，珍惜机会。说着说着，我就改变了主意。我看是于总有错在先啊。对，就怪他找了那个助理。都说了是喝多了，不是故意的。那小偷偷完东西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就没事了？也没有那么严重。看看还是心软了吧。舍不得离不开。于总，我觉得这事儿就当没说过。下班时间叫老于。老于，这火锅我请了。看你说的，5、6、7、8。咱俩谁是谁的爹呀？5、6、7、8，咱俩谁是谁的爹呀？我是你的娘子，什么娘子？饿不饿？吃点东西？不吃。我点了烤鸭，咱俩一起吃点。不饿。周末没跟你说什么吗？说了，他说让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决定。我知道是我自己粗心大意，辜负了你。对不起。先吃东西吧，明天再做。明天还得收拾东西呢。别嘴硬了，吃鸭子。你比鸭嘴都硬。好了，我要吃椒盐的。别弄了，来吃吧，来。筷子吗？没给筷子。你看这有吗？没给。咱洗手去手抓吃吧。不吃了，气饱。
是谁的爹呀？我是你的爹呀！谁是谁的儿啊？你是我的儿啊！来，朋友你过来，朋友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刚才一会儿了啊，来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咱俩谁是谁的爹呀？你是我的儿。对，到这就会全错。你输了赢了。他刚刚输了，对，我输了。他其实想让你们俩比谁声音大。咱俩玩。哎呀，我是你的